今天我们要聊聊两件看似不同，但都跟你我荷包息息相关的新鲜事。一件是中华邮政推出的新措施，让许多人的线上存款转定存额度一夕之间大砍200万元。另一件则是关于你家抽屉里那本也许早已积灰尘的银行存折，如果长期不定期刷存折、补登，关键时刻它上头的资料可能会失去法律效力，让你措手不及。邮局为什么突然限缩转存额度？老派的存折又为什么在数位时代还这么重要？今天就让我们深入探讨，揭开这两个话题背后的原因和影响。先来看第一件事，邮局存款新制。最近中华邮政公告了一项新规定，从3月14日开始，透过网络邮局网站或行动邮局 App 进行综合储金存部活存转定存，时金额上限大幅调降。本来每笔交易最高可以转入300万元定存，而且一天内甚至一整个月内都可以累计多笔转到300万的额度。然而新制上路后，单笔、单日、单月三者合一的上限都变成了100万元。简单说，你在网络上一次最多只能转100万元去定存，而且一整天也只能转这100万，就算拆成多笔也不行。即使当月想分好几天转，只要这个月累计到了100万元就到顶了，多1块钱都得等下个月再转。这样的调整可不是小数目直接少了200万元的弹性空间，影响所及。据估计有上百万名邮局存户。也许有些朋友会想，线上转定存有限额，又不是不能存多大件事，而且自己存款也没几十万，更别说上百万了，感觉这新规定离普通人很远。但事实真是如此吗？让我们试想一个情境，小明这几年努力存钱，终于攒了250万元放在邮局活存户头里。以前他打开手机 App 就能轻松把这250万分批转成定存，锁定较高利息。但现在一试，发现 App 跳出限制提醒，超过当月上限100万元，无法转存。小明顿时一头雾水，明明自己有钱，却必须每个月慢慢转，至少得拖个3个月才能全部转成定存，或者干脆请假跑一趟银行，把钱亲手交给柜台办理。便利的数位理财功能突然在大额转存时倒退回了传统模式。对像小明这样存款上百万的民众来说，这新制可真不方便。那中华邮政为什么要祭出这个新措施呢？官方说法是参考金融同业做法，提升资金运用效率。翻译成白话大概有2层意思。一来，别的银行其实早有类似限制，邮局这次是跟进对其业界标准。二来，希望透过限制线上大额转定存，让邮局整体资金调度更有效率，不会因为大家随时在网络上一键把巨额活存搬去定存而产生调度困难。当然，这是邮局的立场说法。站在存户角度，大家更直接的反应是，这不是挡我们财路吗？原来中华邮政的综合储金存部，也就是活存与定存合一的账户，有个很多人不知道的秘密，活期储蓄存款超过新台币100万元的部分居然没有利息。是的，你没看错，超过的那一部分钱，邮局是1毛利息都不给的。举例来说，如果你放120万元在邮局普通活存账户，只有前面的100万享有活存利息，大约 0.83% 的年利率，剩下超出的20万，尽管数字在账上，但邮局不会为这部分支付任何利息，相当于把钱白白放着。因此，很多存户一旦手头闲钱超过100万，就会想办法转去定存，以免浪费。毕竟邮局的1年期定存利率有 1.725% 左右，和活存的 0.83% 相比，高出超过1倍。更别提，如果钱很多，一直放活存不升息，还要被通货膨胀慢慢侵蚀购买力，等于亏大了。前阵子就有一位女士分享经验，她习惯把几百万元备用金放邮局活存，好几年后才惊觉100万以上竟然零利息，自己白白少赚了好几万元利息，差点不敢相信有这种规定。可见这条款对许多人来说相当隐晦却重要。正因如此，邮局的活存转定存功能一直很受欢迎。存户们发现活存利息低又有限制，就干脆定存保本又赚利。以前网络银行转账功能齐全，
大家动动手指就能把多余的钱在家转成定存，省时又方便。然而太方便也有麻烦，邮局得支付更多定存利息，活期账户上资金大量移到定存，对邮局营运和调度来说不见得是好事。所以这次干脆设个数位上限，来稍微卡一下，超过100万请您跑一趟邮局柜台。这么一来，一方面降低线上即时大额转账风险，也防范可能的网络犯罪一次转走客户巨款的机会。另一方面，或许也提高转定存的门槛，让存户稍微三思，钱要转很多，麻烦真大，干脆就别转了。对邮局而言，部分资金可能因此留在活存不动，减少利息成本；对存户而言，则多了一道手续和不便。新制消息一出，网络上讨论热烈，有人苦笑说，这根本不影响我，毕竟我没那么多钱，够资格烦恼的人不是有钱人就是贪官吧。也有人替长辈抱不平，很多老人家存几百万养老钱在邮局，喜欢用手机转定存图个方便，现在逼他们跑银行不是折腾吗？更有人担心，万一临时要转大笔钱怎么办？等不及每月100万这样慢慢转啊。确实100万元对现代人来说并非遥不可及，努力工作存款到6位数、7位数的人越来越多，当房子、车子动辄数百万、1000万，存个几百万备用金，并不是超级富豪才有的情况。一旦需要将大笔资金从活存灵活转去定存，买理财产品或汇出，大多数银行都允许你一次处理完毕，但邮局现在却多设了一重限制。看来在邮局存钱的朋友，以后规划资金得更小心，要么提前分批转好定存，要么就预留时间亲自跑一趟。值得庆幸的是，邮局这次只锁紧了线上管道，并没有改变你实体临柜办理的权利。也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有超过100万以上的活存资金想一次转定存，只要带上你的存折和原留印件，亲自到邮局柜台，一样可以把钱全数转成定存，不受100万元上限限制。虽然这让人仿佛回到过去拿存簿排队的年代，又麻烦又花时间，但至少你的资金运用权利没有被缩减，只是便利度降低了。想象一下，下次走进邮局，看到排队等办定存的人潮，或许就是被新制赶出来的富翁们呢？从某种角度看，这也提醒我们，在先进的数位服务遇到特殊规定时，也可能回归传统。正说到传统，我们马上就来谈谈另一个跟传统银行业务有关的话题——银行存折。讲到传统，到银行临柜办理业务，总免不了带着那本小小的存折。只是现在多数年轻人很少再刻意刷存折了。网络银行和行动 App 这么方便开户之后，很多人连存折都懒得携带，更别提特地去补登每笔交易记录。你的存折有多久没更新了呢？最近就有网友在讨论，存折太久没刷会怎样吗？现在大家不都用网银了？结果这个提问下面一堆人附和，纷纷自曝，哎呀，不知不觉5年没碰存折了。我翻出一本才发现，上次盖章居然是6年前，有过之而无不及。我竟然8年都没补登过银行存折。看来随着数位金融普及，很长时间不补登存折的情况相当普遍。那问题来了，存折长期不更新，究竟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先说结论，存折就算很久没补登，账户和钱都不会怎么样，钱一样安全在账上。银行或邮局不会因为你没去刷存折就冻结你的账户或把你的钱充公，这点大家可以放心。不过长期不补登，存折上的交易记录会被浓缩，这点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所谓浓缩，就是当未登录的交易笔数累积到一定量，系统为了节省存折页面和柜台作业时间，不再逐笔印出每一笔交易明细，而是盖上一笔合并记录。以中华邮政为例，官网说明，如果账户累计100笔交易没登折，到了下一次去补登时，会直接以一笔汇总登折的方式呈现，也就是把那100笔的总进出金额汇成一行资料，盖印在存折上。其他各家银行也有类似规定，只是笔数门槛稍有不同。常见的是100笔未登账就合并，例如合作金库、彰化银行、兆丰银行都是100笔。
台湾银行是累计104笔时浓缩，土地银行更狠，要1000笔才会浓缩成一笔。或许土地银行比较放任大家永远不刷存折。不论如何，一旦你的存折出现这种汇总记录，就表示中间漏掉的详细交易已经没在存折上逐笔列出了。听起来好像也没什么嘛，反正钱都有进出账，少印几行字而已。但真正麻烦的是在你需要凭证的时候，想象一种情境，小华打算申请房屋贷款，银行要求他提供近半年的财力证明。他很得意地拿出自己邮局账户的存折，毕竟薪水都存，这户头又没有乱花钱，存折记录就是最好的佐证。结果贷款承办一番，皱起眉头，先生，你这存折上怎么只有每隔3-4页就一行汇总登折，看不到每月薪资入账金额啊？这样没办法评估你的收入呢。我需要你提供详细对账单。原来小华因为懒得刷存折，导致好几年的交易都被100笔浓缩成一笔印在上头，根本看不出每一笔钱进出的细节。像银行审贷款、政府机关审核补助资格、办签证的外国大使馆等等，他们要看的就是你完整连续的交易明细，哪天存了多少，哪天领了多少，余额多少，从这些白纸黑字来判断你的财力可信度。如果只看到几笔模糊汇总，对方当然不认账，还得你另请他法。换句话说，存折里逐笔列出的交易记录，在法律及审查上有不可取代的效力。它是一种官方认可的财务凭证，因为所有数字都是银行盖章确认过的。一旦你的存折完整记载了所有进出金流，那就是你财务活动的最佳证明文件。例如前面说的房贷申请，银行很爱看你的存折，车贷也一样，想知道你账户里的钱够不够每月缴贷款，就看存折记录。再比如出国留学或旅游签证，许多国家的签证申请需要银行财力证明，用存折影本或交易明细就能满足要求。法律诉讼或财产纠纷中，也常要拿银行交易记录当证据。甚至你申请某些政府补助，参加特定资格审查，比如低收入补助、学费补助等等，审核单位也可能要求提供一定期间内的存折交易记录，借此了解你的收入、资产状况。总之，别小看存折上一行行的流水账，在许多场合，它们代表着你的财务信用评分。了解这点后，我们再回头看，存折太久没补登，其实不会怎样。这句话没错，不会怎样指的是不影响你的账户运作，但如果常年不补登，等于是默许银行将你的交易记录打包简化。等到有一天你真的需要证明你的财务状况时，你手上的存折可能只有残缺不全的资讯，到那时怎么办？只能亲自跑银行调阅历史交易明细，请行员帮你把那些被浓缩掉的数据逐笔列印出来，加盖章戳，再拿去给对方审核。这个程序麻烦不说，往往还得付费。根据银行和邮局规定，申请调阅资料会依照期间长短收取手续费。例如，邮局调阅最近半年内的交易资料要50元，超过半年的每笔100元不等，而且最多只保存15年的记录。台湾银行则规定印15年内的交易明细，每份100元起，超过一定页数再额外收费，15年以上的更翻倍收费。如果你的账户很多年来交易频繁，一下调出几十页资料，手续费加起来也不少花，重点是浪费时间又伤脑筋。想象你站在银行柜台，等着列印厚厚一叠流水账，只能怪自己当初怎么没早点刷存折吧。说到这里，答案已经很明显，就算平时用不到存折，也建议养成定期补登的习惯，频率不需太高，每一季约3个月刷一次就很足够。为什么是3个月？因为一般人1个月的交易笔数就算很多，3个月累计也未必破百。只要不要超过各银行规定的未登录上限，你的每笔交易就都会乖乖列在存折上，不会被合并略过。如此一来，随时保持存折资料完整，需要用时直接影印存折或者交存折正本，都能获得最高程度的认可。反之，若常年不管理，虽然短期看没差，但可能哪天关键时刻才发现存折断了好几节，那种懊恼可就来不及了。有趣的是，
银行和邮局其实也在推行无纸化作业，不然怎么会想出合并记录这招来减少登折次数呢？现今多数交易明细在网络上都能查，人们也愈来愈少依赖纸本存折，有些银行甚至开始提供数位存折，完全没有实体布置。但就如我们前面看到的，现实中许多重要流程仍旧认纸本盖章，数位截图也好， PDF 对账单也罢，在某些单位眼中，就是不如你摊开那一本盖满印章的存折来得直接。因此，传统的刷存折习惯虽然有点老派，却可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无法被完全取代。也许再过20年，等到所有机构都接受数位凭证时，我们才真的可以把存折送进博物馆。但至少在现在，看似过时的存折仍扮演着财务档案员的角色，默默地保存你资产变化的轨迹。从邮局的限额新制到银行存折的补登秘诀，这两件事其实点出同一个道理。在金融数位化的潮流中，我们仍需要留意一些传统规则，才能保障自己的利益。一方面，科技让理财更方便，但政策变动可能突然让你必须回归线下。另一方面，纸本资料看似落伍，却在某些环节仍是胜出关键。最聪明的做法就是兼顾两者，线上功能充分利用，该跑银行时也别嫌麻烦。自动化理财加上手动检查平衡，才能万无一失。听完今天的分享，希望你有所收获。如果你本来就有在邮局转定存的习惯，记得留意3月中开始的新限制，提前规划转存时程，免得到时候为额度伤脑筋。如果你也好久没刷过存折了，不妨抽空找出尘封的存折，养成每季更新的好习惯。也许下次你需要办理签证、贷款时，这本更新及时的存折就会成为你的神助攻。金融环境瞬息万变，我们能做的就是随时关注新讯息，同时也不遗忘那些被科技淡化的小细节，因为往往决定成败的就是这些细节。一个额度限制可能影响你资金调度的时机，一页存折记录可能左右他人对你财务状况的信任。现在就行动吧，打开你的邮局 App， 看看有无新公告，翻翻你的存折，看看上次补登是哪一年，做好该做的准备，让自己的财务更加稳健安心。祝大家在理财之路上既能享受数位便利，又能守护传统凭证的保障。下次再有这类新奇、有趣又重要的消息，我们再一起聊聊。记住，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了解规则，善用工具，才能让自己的荷包收益最大化，安全无虞。